这个孕妇出车祸被困在了车内，或许是由于撞击羊水，这时候也破了。孩子看来马上就要出生。更要命的是，一头狼闻到血腥味跑了过来。孕妇能顺利脱险吗？本片由真实事件改编。孕妇名叫阿珍，昨天去看望父亲。她和父亲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。老头看着阿珍的大肚子，有点唏嘘。女儿走之前还只是一个可爱的少女。吃饭时，父女俩刚聊2句就吵了起来，只因父亲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：Do you even know who the father was？ 阿珍如果知道孩子父亲是谁，也不会无处可去来投奔父亲。她生气地跑回自己的卧室。当年母亲怀上她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谁的孩子，但父亲却很大度，没有追究。她不明白父亲现在为什么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来和阿珍道歉。孩子的父亲是谁确实不重要，只要真心爱这个孩子，那就一样是自己最亲的家人。第2天早上，父亲带阿珍去钓鱼，想借此弥补父女俩这几年疏远的感情。半路上，收音机里预报今晚会有暴风雪，两人开心的讨论，正好明天窝在家里烤鱼吃。山路非常崎岖，他们只顾着聊天，没有看清前面的路。汽车撞在树上停了下来，树枝刺破前挡玻璃，插进了车里。当两人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下午。阿珍伤得稍微严重一点，一根树枝刺进了他的肩膀，把他牢牢地钉在了座椅上，车门也打不开。父亲只能砸破车窗，从里面爬了出去。他本来想到副驾驶救出女儿，但过去一看才发现，副驾驶旁边就是悬崖，车子正好停在了悬崖的边上。他们只好找出对讲机，尝试联系别人，但呼叫了半天也没有人回应。没办法，父亲就准备去找人求救。走之前，他嘱咐阿珍一定要注意保暖，晚上山里面会越来越冷。父亲交代完就上路了，不过走得非常慢，而且还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呻吟。他并不知道自己也受了内伤。感到寒冷的阿珍尝试着给汽车通电，没想到真的成功了。他开心地打开空调，给车内增温。咱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车子，不启动都能打开空调。暖和了一会儿，他拿起对讲机呼叫父亲。老头还没走出多远，他让阿珍保存体力，不要频繁呼叫。如果对讲机的电用完了也麻烦。阿珍听话的赶紧放下了对讲机。一天没吃东西的他开始感到饥饿，尤其是他现在肚里还有一个人呢。阿珍翻找能吃的东西，在扶手箱找到一个塑料盒，打开看是一盒子蚯蚓，这本来是父亲钓鱼用的。阿珍忍着恶心把蚯蚓吃了下去。不吃东西的话，他肯定扛不下来。天很快黑了下来，暴风雪如期而至。阿珍在车里熬过了一夜，早上她迷迷糊糊从昏睡中醒来，一阵强烈的宫缩让她疼得喊了起来。她拿起对讲机，赶紧呼叫父亲，叫了半天也没有回应。她猜测父亲应该是走出了信号范围，但这阵宫缩让她感觉不太对劲，8成是孩子想要出生，这样坐着肯定无法生产。阿珍冒着大出血的风险，把肩膀的木头拔了出来，万幸伤口并没有大出血，但创面很大，需要缝合。她发现鱼钩很像医用的缝合针，就忍着痛用鱼线缝合了伤口。下午的时候，阿珍的羊水破了，再有10几个小时，孩子就要出生。救援的人还是没有来，阿珍开始慌了。她拿着对讲机再次呼叫父亲，但里面依然没有任何回应。或许是阿珍身上的血和羊水太多，一头狼闻着味道发现了她。幸好阿珍那边的窗户外面是悬崖，野狼只能从驾驶位的窗户来攻击她。阿珍急中生智，想到了点烟气。他把2张广告纸叠成一根棍状，用点烟器点着后，开始朝狼疯狂地戳。野狼怕火惨叫几声后逃之夭夭。赶走野狼天已经快要黑了，山里面又下起了大雪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汽车空调此时也彻底停止了工作。阿珍反复点了几次开关都没有反应，她只能裹紧了身上单薄的衣服。就这样，阿珍又熬过了一个寒冷的长夜。这是她被困的第3天早上，山里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20度。几次有规律的宫缩提醒她马上就要生产。阿珍拖着大肚子爬到了后座，这里空间稍微能大一点。2天滴水未进的她没一点力气。父亲的钓鱼箱正好在后面放着，阿珍从里面翻到了一瓶白酒。怀孕当然不能喝酒，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她把白酒当成水喝了下去。阿珍恢复了一点力气，趁机赶紧把孩子生了下来。她抱着这个小生命很是激动，又拿起对讲机呼叫父亲，想通知他当上了老爷。可惜老人再也听不到了。前天晚上他就冻死在了雪地里，但阿珍一直以为父亲走出了信号范围，正在带着医护人员前来救他。
生产过程让阿珍精疲力尽，她抱着孩子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等她再醒来的时候，孩子已经被冻死了。超低的气温加上孩子没有得到及时的看护，这可怜的小生命只活了几个小时。阿珍作为母亲自然是悲痛万分，抱着逝去的孩子大哭不止。老天都似乎感受到了她的悲伤，山里的雪下得更大了。哭累的阿珍陷入了呆滞的状态，也可能是酒精起的作用，她忘了孩子已死的事情。感觉饥饿的她又开始翻找能吃的东西。这次她在钓鱼箱里翻到一个能量棒，阿珍撕开包装吃了起来。刚第一次她在箱里怎么没看到呢？其实这是阿珍出现的幻觉，实际上她在啃怀里的孩子。失温和饥饿让虚弱的阿珍产生了幻觉，一架直升机正好从这里经过。阿珍听到后以为是救援队来了，她从车窗里伸出头向上面招手，想让直升机尽快的发现自己。